包括芬太尼在内，麦卡锡要中国直面3个问题：美国对中国不能保持沉默，相反是中国得先发制人。大家好，欢迎来到赵太阳观察室。在拜登政府加强中美两国之间的对抗和竞争的背景之下，麦卡锡非常积极地向中国发难。比如说近日麦卡锡就发出了一条污蔑中国的消息，这个消息中有3个内容，而且全部都是对中国泼的脏水。第一，麦卡锡说这个中国政府在空中进行间谍活动。第二，来自中国的芬太尼正在每个社区杀害美国人。第三，更多的中国公民在我们的南部边境非法越境。在这之前，针对美方接连炒作的所谓的中国间谍气球一事，麦卡锡呼吁不能保持沉默。在他看来，这是美国主权受到了严重的侵犯。可当时的事件脉络并非完全清晰，就连拜登政府都暂时保持了相对的克制，而麦卡锡却强调美国不能对中国保持沉默。基于此背景，不排除麦卡锡是故意就此次事件针对中国。尽管中方澄清的是属于民用性质的无人飞艇，但是对于麦卡锡而言，真相或许没有那么重要。从他此次同时要中国直面包括芬太尼在内的3个问题，在分析看来，其充满了对中国的敌意。所以面对麦卡锡这样大放厥词、公然向中国泼脏水的行为，忍是不可能的。确切来说，在美国政客步步紧逼之下，我国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容忍。就所谓的间谍活动，即便是在过去，美国在全世界进行的间谍活动它还少吗？估计那是最多的。多年来，美国仗着霸权，肆无忌惮对别国展开偷窥、监视等一系列见不得人的手段，如今又有什么资格来指责中国呢？更何况这次中国无人飞艇只是误入，而其次说芬太尼在美国滥用，那也怪不到中国头上，是美国他自己的问题。早在去年，中方就已经明确指出，美国芬太尼滥用危机的根源在美国自己。根据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给出的数据，美国是全球最大的芬太尼类的药品的消费国以及生产国，占到全世界人口总数5%的美国人，却消费了全球80%的阿片类药物。说到底是美国政府对处方药管控失控，减少毒品需求措施不力，以及禁毒效果不佳，才导致芬太尼等合成的阿片类物质滥用的问题持续恶化，从而出现吸食致死人数持续上升。反之，中国对芬太尼类物质的管控越来越严，避免了这种情况的发生。而针对美国管控出现的问题，中国曾一度帮助美国去解决芬太尼的问题，甚至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而到头来不讨好不说线下还被美国政客污蔑，简直是把农夫与蛇的戏码展现得淋漓尽致。讽刺的是，前不久麦卡锡为了让美国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态度，还讲了一个故事，声称他遇到了一对失去儿子的夫妇夫妇称他们的儿子的死亡原因是因为芬太尼，对此要求美国及时且有效地解决芬太尼泛滥的问题，不然这场危机会危及到美国境内的每一个角落。自身管控不力，却将这口黑锅甩到了中国头上，中国也不会买单。至于中国公民越境，还是那句话，指责中国前拿出证据来，别口头上就想给中国定罪。如果说麦卡锡呼吁美国不能再对中国保持沉默，那么线下中国得先发制人，先不能对美国保持沉默。3泼脏水，无疑是在逼中国重拳出击。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你的精彩评论。